Hello， 大家好， 안녕하세요， 欢迎来到我们的书房。我是刘科长，我是阿杜，这是我们新年的第一个视频，跟大家先打个招呼。看2022年正式来了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年我们办婚礼的那些事儿。其实跟大家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嘛，然后我一直没有跟大家分享过2019年我们办婚礼那年的各种各样的情况，还有我们的想法。还有呢，因为我们当时是在北京办了一场小型的婚礼嘛，我们是没有请婚庆公司嘛，所以呢，所有的事情每一件，包括场地啦、吃喝啦、当天的安排啦，还有具体的流程啊，都是我们自己全程参与、全程安排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觉得说，如果有考虑办小型婚礼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这样的经历可能对大家也有一些参考的价值。所以今天呢，就一起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。当时我们两家人还从来没有见过面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们不光是想把这个办成一个我们自己的小型的精致的婚礼，还考虑到说，这个是双方家里人的第一次碰面，所以呢，定了这样的方向。因为他家人都在新疆，我家人在韩国，爷爷年纪也有点大，我们也特别希望他参加，所以呢，折中的地方就是北京。北京本身是我们就生活的地方，所以呢，我们先定了北京。时间段的话呢，我们跟双方的家里人商量了一下，他们说呢，你们决定。所以说我们觉得国庆的话呢，人太多，他们来也不太方便。夏天的话，我们是特别喜欢，但是呢，就好像是他们是也特别怕热，所以我们想的是夏天和秋天的中间。大概定了，反正8、9月份这个时候。是。当时我们选日子的时候，我们参考的呢是最 traditional 的黄历，我们也不会去找什么算命先生什么这样的去算日子嘛，所以呢，那我们就找黄历嘛。但是黄历的问题是，百度上还有各个网站的黄历它是不一致的，它并不是所有的都一样有的这个网站说这一天是好，但是呢，百度上就说这一天不好。但是有些日子是综合统计以后，所有的网站都说好的日子，一年没有几天因为那天涉及到很多事情，各种各样的我们都看，除了两个人婚姻相关的，什么出行相关的，都好的日子。所以呢，最终选定了9月6号那天当做我们的那个办婚礼的日期。我们选稍早的那天，就是当时定了8月22号我们去领结婚证。맞아。那个时候在我们的概念来说，如果场地可以定的话，那其他的都是小事儿，我觉得没错。刚开始在网上搜的时候呢，真的五花八门，后来才知道这个不是说一个租场地的概念。你要办婚礼的话，他们是按桌子算，然后就是按人头消费。那我们认为2、3张桌子应该够了吧？或者是特别大的一张桌子也完全可以 cover，但是呢，就是那样的场地是根本不提供这么小规模的服务，基本上什么20桌起、10桌起。对，后来知道这个专门办婚礼的这些场地是不太合适。所以最合适的呢，可能就是这种相对比较好一些的餐厅里面的有氛围的包间，因为当时我们考虑的是，我们毕竟在北京嘛，然后最好是有一些北京氛围的胡同有一点那种 traditional 的东西在里面，然后我们也可以享受这样的环境嘛，而且在北京留下这样的记忆也是很棒嘛。所以呢，我们找了类似胡同里面的餐厅故宫边上的餐厅，就是基本上是这样风格的餐厅。现在比较有印象的就是3家，对一家是那个曲廊苑，他们也是在那个一个小胡同里面。但是呢，当时去看的时候呢，他们家的问题是结构上有问题，场地的中间有柱子，这样的话大家进去的时候会很挡，而且视线不开阔。对。还看了一家是性价比相对高一点，在那个故宫旁边，窗户那儿可以直接看到旁边故宫的那个角楼，特别好看。整个那个场地有点类似胡同的房顶上面那样的区域嘛。对，一部分是室内，一部分是室外，这2个空间都可以用。但是呢，就是3个选项里面，他们是稍微显得有点旧，那个环境整体上。关键是我们去看了第3家，太漂亮了。太漂亮了。那家店在东40条那边，然后我们去的时候，哇，那边真的环境太好了。就沿着那个胡同里面的小路走进去，旁边有河，然后走到那个他们那个小四合院的院子里面，感觉那个拍摄效果好，而且不用我们特意布置什么，简单放一下婚纱照啦，
稍微简单布置一下的话，可以的程度，我们一看就喜欢。除了这家餐厅本身的美以外呢，就是我们特别喜欢的是它周围的环境。我脑子里面想象，哇，我家里人从韩国过来看这样的地方，然后在这儿吃顿饭、聊聊天，我觉得感觉很棒。但是问题是他们的报价特别高，他们太贵了，3万多，我们用半天嘛。对，3万多，光听这个价格的话呢，可能是办婚礼哎呦花这个钱是应该花吧，但是我们参加的人数是特别少的，我们也只是用的是不是晚上的时间，中午到下午的时间段，所以后来我们就是一直跟他们沟通，最后达成的一致是2万2，我们觉得可以接受。没错，然后这个价格呢，是因为正好相当于他们就把餐费包在里面嘛，最低消费嘛，其实是对，因为为了满足他们的最低消费，因为人数少嘛，选了他们叫的最贵的套餐，然后我们就是配了一些酒，当时的话呢也请了化妆师啦，拍摄的人，简单的2-3个人吧，所以我们也请了他们吃饭，除了给他们费用之外。对。北京这么大，找到真的心仪的场地是不容易，我们当时的感觉是。婚纱照也是，我们说婚纱照的话呢，哎，有必要吗？这样的婚纱照，刚开始是这么想我们自己拍하면 되지 뭐，自由一点啊，留一下对我们有意义的照片하면 돼。当时是그렇게 생각했어요，所以我们看了在哪里拍呢，或者是怎么拍呢？准备哪些东西呢？然后我就搜什么婚纱自拍，发现진짜我看纯自拍的话，그냥。有一点破坏了我的想象啊，也破坏了我的幻想，有一点그냥太纯了。然后我看稍微好看的话呢，都有一点이상해的意思。半自拍其实是可能是租了服装，然后有专门的摄影师拍，也是可能很多是这样。所以后来的话呢，我们看了半天，그냥就定一个靠谱的婚纱照的地方，还是拍吧。方便一点的地方拍吧，反正是人生唯一次。然后我们就家附近找了一家，但是没想到这个婚纱照是哇，像一个무슨大型工厂一样，流水线一样，哒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也把我们放在那个他们的流水线上，然后哒，嘟就拍了。然后可能是最便宜的话6000多块钱。然后我们因为选的是摄影师是他们所谓的专家级别的摄影师，所以就我们稍微贵了一点点。现在看的话有点土，但是我是挺满意的。满意在哪呢？他们真的修得特别漂亮，那么自然。然后我们拍了整整一天，我们就7点半差不多这个时候到，15个小时，拍到最后那个他们关门为止啊！你看，快凌晨1点了吧？那个时候，12点多，快凌晨1点了那个时候。你진짜 까먹었어？나 너무 피곤해서我第二天要差点죽었어。上班的时候，我们是那种진짜话是说，哎，得充几个哦。每一个环节是每一个步数才得充。现在想的话呢，너무 피곤해。那个时候我发烧같아，全身发烧，脸也肿，脸红扑扑，像那个불고구마。而且那个时候是진짜 더워的时候，确实是天气더워的夏天。唯一有一点。就是시원해放松的时候，我们站在水里拍照那会儿，哇，脚伸进水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맞아 조금 살겠다。맞아。我但是每个场面생각나。 나도 생각났어。当时选的这个衣服呢，也是不是那种在特别大的场地的那种特别很多纱的那种，对，有点晚礼服같아。但是因为是白色，所以呢就是当做婚纱。后来呢，我们在一家找到了我们喜欢的。2000左右，2000左右吧。但是呢，那个做婚纱的地方是他们要搬家了，他们要装修了还是怎么着？临时他们要反正是搬到另一个地方去。正好不光是赶上了他们要搬店，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婚纱是要升级了。最开始我们选中那个婚纱之后，跟他们沟通是特别贵，而且呢，不管是租还是买，就不是我们看中的那个了，因为他们的整个那个布料啊什么的，他们想换成一个更轻的版本。当时也给我们摸了那个新的材质，跟我们在那儿试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嘛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说还有没有存货，我们买。当时是好像他们也没有，而且也不愿意把这个婚纱特别便宜的价格卖给我们。那就我们今天再看一看嘛，那我们先去了。结果后来呢，他们就有一天可能我们在外面的时候突然联系我们，说他们可能是马上就要搬了。那这个婚纱如果你们是真的想要的话，直接来找我们，我们可以谈。就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就又去了。去了以后呢，他们也说是已经用的基本上有点回本了，可能是经常租给外面的模特去拍照啊。
或者是什么这样。然后如果你们要的话，现在是可以给你们完全量身定做，按你的尺寸重新改一下，然后干干净净的把这个衣服给你。所以呢，我们真的用一个很优惠的价格把这个婚纱相当于是买回来了。当时我们的考虑是，那我的话呢，就最好是能找到一个适合婚礼当天穿的那种正装嘛，但是也不是完全参加婚礼的新郎的那种华丽的那种西装，也不是，就是也考虑的是可能平时需要穿正装的时候也可以穿的衣服。对。所以呢，当时在韩国我的衣服是就这么定了。4、5、6。这3个月就是我们大概准备了这些东西，然后呢7、8月份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去一趟韩国办一些事情，然后跟家里人打个招呼。当时我们没有想过在韩国专门办一场婚礼。我妈妈那边的亲戚们知道了之后呢，太遗憾了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他们也没有见过他。然后我也好久没有见过他们，既然都来韩国了，他们也想过来庆祝一下。那我们是太感谢了，对我吃顿饭。所以呢，他们也就是家附近那边找个场地就可以。因为当时刚去韩国的时候，其实科长也征询过我的意见，然后我当时想了啊，反正是和你的亲戚也都从来没见过，他们既然要介绍的话，我觉得这也是个好机会，也不是说要弄一个什么特别大的一个什么东西。所以我说，那就我觉得那爸妈有这样的想法就挺好的嘛，我觉得可以弄。然后需要我准备的什么唱歌啊什么，给我准备不就完了吗？我记得当时还说过，然后可能大概多少个人，30、40、40、50。맞아。我记得结果现场来了100多个人，将近200个人，吓了我一跳。好像너무 궁금했나吧，特别想看，好像是他们是，不然的话呢，这个是周3晚上一个即兴的安排。他们就开心心的从韩国各地跑过来，挺热闹的那天，很开心。所以你깜짝 놀랐지 근데。나도 놀랐어。我还唱歌了来着呢。啊，然后还做了人生发型呢，还做头了呢。啊，就那个时候开心的很，但是那个发型是我也진짜 좋아。啊，那个时候我做了人生里面最贵的一个头。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可以说是办了一场婚宴。类似这样子的。然后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以后，那就差不多回北京的时间已经是很临近我们8、9月份要办婚礼的时候了。맞아。我们中间因为没有工作人员，伴手礼也是全是我们自己网上先挑，我们觉得有北京氛围的，我们选了这种。我좋아해中国风格的那种。真的很有中国风格，北京特点的一个，我们选了故宫的一个杯子，马克杯啊，然后那个杯子上面带着一些图案，还有不同的寓意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按照当时参加婚礼的人的年龄段，给他们做了区分，不一样的。对，里面我们放了我们喜欢的各种各样的巧克力，然后一个一个给他们摆上。9月6号办婚礼的话，凌晨的时候你过去了，在那边，跟我的弟弟凌晨和我的小舅子在婚礼的场地一起贴照片来着。你们聊了什么呀？我弟弟说呢，后来他跟妈说，妈，放心吧，好像是姐夫特别不错的。他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跟我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所以你们不会那个说。我们完成了男人之间的友谊的建立。아무 말도 못한 거 아니야?自己忙自己的아니야？我是还可以急，那个时候你是辛苦急，因为婚礼当天科长辛苦是没有科长的情况是两家人没法沟通的情况，所以呢，其实很大程度上中间这个过程是你是基本上一直在忙急，其实。9月6号当天，我们当时的安排是想了人都来了的话，最起码这个带大家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安排嘛，所以我们安排了表演。对，我们这个太空荡了嘛，他们好不容易来了，然后我们找了那个表演是还挺不错的。金面王朝那个欢乐谷那边的那个。但是呢，진짜那天堵车，진짜 왜 이렇게堵车呢？我爸妈也是先回酒店。换一下衣服再出来嘛，但是呢根本没有这个时间，所以呢直接从办婚礼的场地到那个欢乐谷那边看表演的地方，所以呢他们直接穿了韩服。所以妈妈说的那계속 이거 입고，然后那个时候还是挺热的时候，但是呢我在车上，哇，我们终于办完了，办完了，哇，我们这几个月准备的东西，就今天终于。办完了그런 느낌. 시원하다. 시원해 그런 느낌. 他们看完表演之后呢，我们请他们到日坛公园附近的一家烤鸭店。西河嘛，他那边有一个四合院里面的一个烤鸭。我也喜欢四合院，已经我们去过那么多
烤鸭店，我们就喜欢那家。就是如果家里人过来的话呢，我们想请他们吃的是有点有普通氛围的那种烤鸭，所以呢带他们去了。反正该走的流程都走完了，晚上可能是大家舒舒服服的吃饭聊天了。对，感觉到他们都很开心。当时就这样，OK办完了我们的婚礼，当时感觉特别神奇。哇，这就是婚礼구나啊！哇，我们一直准备的这几个月，我们一直准备的这一天，진짜到来구나，那个感觉特别奇怪。但是我觉得，不管是哪对夫妻，办婚礼当天是都정신없어도，都정신없어。都정신없어。就算是有婚庆公司，肯定要那天有点嗡过完了，做梦的。对，真的是像做梦似的。我觉得结婚本身是不是为别人，为自己嘛？所以我觉得自己喜欢，然后就周围的人都开心就可以了。我觉得没有答案，所以呢，不管是条件怎么样，都可以办心仪的婚礼。想省的话呢，也有很多省的办法；然后华丽的话呢，当然也有很多华丽的办法嘛。所以自己행복하면 돼。反正是我们是特别满意，我们也经常聊当天的事情，然后我们也看当天的照片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希望你们也留下属于你们的这样的美好的回忆。那今天就聊到这吧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